L'Associé Indigo 频道。今天我们要读牌的主题是春季的幸运惊喜。我们春天即将要到来了，然后呢，我今天想要为大家准备这个主题，就是春季的这3个月，宇宙帮你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给你。那我们这个环节会先看一下是哪方面的惊喜，关于什么的，是事业上的、爱情上的，还是别的地方。再来我们会用塔罗跟神谕卡来看细节，这个惊喜是什么。那今天的主题也有延伸阅读单元。延伸阅读单元我们会看说你目前如果有某一些状况正在面对或处理，这个目前的状况会解决吗？第二个是你的高我跟指导灵对你目前的状况有什么建议，或状态有什么建议。好，那你们面前有3副牌卡，是从不同的牌卡之中选出来的 Wheel of Fortune 命运之轮。命运之轮代表的就是幸运，所以呢，你们可以先暂停影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静心，想一下这个问题，春季宇宙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给你。睁开眼睛之后，看一下前面哪一张命运之轮你最喜欢、最吸引你，或者是哪一颗水晶最吸引你，那就是要给你的讯息哟。选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解牌咯。好，选择1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颗天青石，我把它放这边。然后呢，你们选的是这一张可爱的命运之轮。好，我把它我要把它放回牌卡里面，稍等一下。我会把这张命运之轮放回牌卡，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用这副牌卡来帮你看是什么样的惊喜。然后首先我们先用这个茶叶卡来看，你们是哪一方面会接获这样的惊喜。 Okay, dear Spirit, Higher Self, Pile number 1. Please show us which area, Pile number 1, will receive your lucky surprise. Spirit, which area? Oh my god, 出来咯。揭晓牌组1的朋友是哪一方面会收获这样的惊喜。 Oh my god, love， 我把它放这儿。好，牌组1的朋友，因为你们春季迎来的惊喜是跟爱有关，那这边有几个讯息，但是重点讯息我先直接讲。你们可以从这2张神谕卡就先看到了 Intuition 第6感，第2张 They'll be back， 他们会回来。所以这2张其实你们主要的惊喜是你们其实内在直觉第6感一直都知道某一个你已经认识的人，曾经有过接触或短暂交往的人，你一直知道他们会回来。你们可能是已经分手断联一阵子，但是一个是你自己的第6感知道他们会回来，然后因为你的第6感知道，所以你们可能常常真的会去算命或者是看塔罗占卜，去确认你们的第6感的讯息是正确的。所以很多塔罗，如果你们看了很多塔罗占卜都说他会回来，那就确认你知道你自己的直觉，你知道这个人会回来找你。那这边现在又再度确认他会回来找你。 Expect to hear from them soon， 期待很快会听到他们的消息讯息。因为呢这真的很对应，直接对应到第2张这个宝剑骑士。这个宝剑骑士正位它的解释牌就是 Instagram 的 login 的这张卡，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你们可能真的会突然收到这个人Instagram 寄给你的 DM direct message。 这个人很大部分的朋友，你现在心里想的这个人，他会突如其来突然在 Instagram 寄一个讯息给你，通常应该是 DM， 也有可能是在你的照片下留言，或者是在你的 story 留言。但是这个 energy 是这个能量场是一个很快速的，是一种很突如其来，没有我要说没有预期，但是
你没有预习，这个人是有一点冲动的就决定，他可能想很久，但是一直 hold back 不寄讯息不联络你，但是他突然某一天那个能量场到了，他就突然决定要寄讯息给你。那他冲过来，他是像这个 Five of Pentacles 钱币五冲过来，我觉得你跟这个人所以1号牌组的朋友应该是在你们的惊喜是这个你一直很想念很想要继续联系的这个人会捎来消息，春季的时候3月21号之后然后你们第一张钱币五，这个人你跟他的连结可能因为之前他的离开，每个人你们断联原因不一样，你们的断联让你觉得非常的孤单寂寞，你们觉得好像心里缺了一块，觉得自己变成这种一个人，不是说你不独立的一个人，是你少了这个你真的很心连心的人在你的身边，然后有这种钱币五很孤单一个人要面对所有事情的感觉，心里很受伤的感觉。那这个我也觉得有点对应到你的这个人，他可能也有这样的感觉，钱币五这种孤单的感觉，受伤，你们的断联之后让你们两个人都有一种残缺的感觉。那解释牌是钱币二，也就是说在你们之前有连结的那一段时间，其中有一个人太过的忙碌，让另外一个人没有办法被放在第一位，所以有其中一个人会常常觉得孤单寂寞冷，因为常常被忽略，另外一个人没有给太多的关注，就是你们之间其中有一个人很忙碌，蜡烛两头烧，然后可能太重事业，或者是太重视他生活的其他的一些要处理的责任，而可能把你忽略了。但是春季的时候，他会突然捎来一个消息跟你联系，大部分人是 Instagram， 有部分的人可能是其他的网络平台比如说 Facebook 啦 email 啦。现在应该没有人会寄实体信了吧？我刚刚听到 postcard，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收到明信片。如果有收到明信片，比如说这人去旅行，因为这边也有旅行的含义。如果你想这个人可能去哪里旅行，突然想念你，然后寄了一张明信片给你，欢迎在留言处跟我们分享。这个人想要奔向你，他我觉得这个人，你心里想的这个人，他知道你很孤单，然后所以他想要奔向你，奔赴，双向奔赴，的一个能量场，很快速的一个能量，所以很快，这人应该很快会来联系你。然后你们这一张钱币侍者是逆位，也就是我觉得这是过去的能量，就是你们的关系没有办法有一个开始，没有办法展开一段关系，因为有一个人他不愿意，或者是没办法给你这个 offer， 你们之前连接的状态并不适合你们两个展开一段关系，所以其中一个人就结束了这段关系。那下面的解释牌是命运之轮，就是你们那个时候的命运之轮应该很妙你们的命运之轮又出现了。我刚刚它又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 Oh my god， 你们之前是命运之轮应该是逆位，但是现在它是正位，所以你们接下来这个人来联系你，我觉得他是想要把这个钱币侍者转正。每个人状态不一样，但是我现在可以讲的是说，你们的能量场会是幸运的，就是这个人来联系你，会让你觉得你终于被幸运之神眷顾，或者是你们两个之间的状态终于时间有对上，你们的能量终于有对上，可以连接在一起，而去转正之前这个没有办法展开关系的这种被命运捉弄的不幸，你们的命运之轮就已经转正了。所以现在呢，可以期盼这个人接下来联系你，他应该是想要弥补掉之前没办法给你承诺的一个表态。底牌是
宝剑6逆位，也就是你们之前的断联没有一个 closure， 你们没有一个很清楚的 say goodbye， 就有一种两个人都还悬在那边那个能量场其实没有切断，然后没有办法往前迈进。你们两个人的状态，这段连接断联，但是能量没有断，你们还是连在一起，所以你们都有一种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忘记对方，也没有办法自己向前走，没有办法 move on。你们可能有试过跟别人连接，但是都还是因为这个人还在你的心里，而让你没有办法在能量上有一个干净的能量去接受新的人。那你们因为你们这段连接没有 closure， 没有办法 move on， 有一部分的朋友是卡在远距的关系，就是你们是远距，而让你们没有办法连接。然后解释牌是钱币4，也就是说之前没有办法 closure， 也就是你们双方或其中一个人太过保护自己，然后不愿意去说出真正的心里的想法或对对方的感觉，不愿意 sharing， 不愿意分享他真正的情感，或者是他的资源。也有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你想的这个人他不想分享他的资源，但是不要听到这边就说他好自私什么的。每一个人不想分享资源，有可能是因为当时他们的状态不允许他们分享资源。那大部分的朋友是他没有办法敞开心胸去跟你沟通，而导致你会没有 closure， 因为你没有听到他跟你讲他真正的想法，他的行为断联，但是你心里可能还觉得说他喜欢你，为什么要断联？因为他没有说出想法，而他这种不分享他的想法，导致你们的能量就是这种很混乱，还连在一起，这种很负面的连在一起，然后没有办法自己双方各自 move on 的感觉。那他们会联系你好吗？你们的惊喜就是他们会联系你，而且你们自己已经知道了，已经有感觉了，现在只是再度确认。但是这个 Tea Leaf 卡就这个茶叶卡这边让我觉得有好几个讯息。第一个是你们这边抽到一个 Feathers， 羽毛代表是很不值得信任、不可靠的一个人，不是很真诚。那我觉得这就是你想的这个人啦，他们之前的状态就是这种不是说他们不真诚不可靠，但是在这段连接里面，他们呈现这种不真诚不可靠。好，他们可能在做事上啊，在朋友家人里面是很诚实很可靠的人，但是处理感情状态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变成这样，因为他们不愿意去分享，他们可能害怕或不懂得表达，或者是怕受伤什么的，导致他们变成这种不可靠的人。好，不 sincere 就是因为他不说嘛。这边有个 star， 一个 skills， 这边很多 s， 我待会来讲。Guarantee success， 很棒。Keep your life in balance。我觉得接下来你的惊喜就是这个之前不值得信任的人回来找你之后，是想要保持你们关系一个平衡的状态。这个人或你可能有天秤座在你们的星盘里面，另外有一个人可能有水瓶座在他的星盘。这个 star 让我觉得说，其中有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视为星星，一个光明，一个光亮，像北极星一样指引着他的道路。所以有可能你们1号牌组人是你们心里想的人的这一颗北极星，他可能很迷惘，在感情方面，甚至可能是在人生选择方面很迷惘，但是呢，可能因为这段时间的断联，让他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有你在的地方。因为我刚才有说部分的朋友，你们可能是远距嘛，对不对？你们之前的断联，也就是因为你们的关系错综复杂，没有办法很简单，就是喜欢对方就在一起，可能还要牵扯到你们处的城市、国家不一样，人生方向选择、职业选择之类的。这边有个 dark woman， 有黑色头发或者皮肤黝黑，比较有暗特征的阴性能量。好，我现在只要 woman 我都说阴性能量，因为我自己有深刻的一些经验，就是我可以分别很清楚的看出来
很多的男生，而且不是同性恋男生，是异性恋男生，他们还是处于阴性能量强的部分。所以我现在讲看到女性的话，我都说阴性能量。所以这阴性能量有黑的头发跟 feature， 可能是你 dealing with a relationship with a woman with dark complexion or hair， 但是也有可能是你想的这个人，他是属于这个有黑 feature 的阴性能量。Chair empty, someone is living your life. Purse, pay attention to your finances. 好，这边有几个讯息。第一个很简单，直接来看的话，就是之前离开你生命的这个黝黑的阴性能量，现在要回来了。然后在你开始很注意你的财务状况的时候，他们会回来。第二个讯息是，有一部分选择1号牌组的朋友，你们可能需要处理掉一个你现在生命中的一个黝黑的阴性能量，黝黑，好，这个黑头发、黑色 feature 的阴性能量，你跟他们的关系可能不是很和谐，因为他们可能会造成你的经济上的一些损伤，或者是可能不一定是损伤，但是就是可能跟这个黝黑的阴性能量有一些金钱上的牵扯。而你需要去注意，为了要注意你的财务状况，你必须让这个阴性能量离开你的生命。那这个也是你的幸运之一，因为当这个阴性能量走了之后，这个你心里想的人可能才能回来，因为你把你的能量清理掉嘛，你才能迎接这个可能它已经转变的这个能量回来到你的生命里面，好吗？然后生命灵数2，生命灵数5，生命灵数12456，生命灵数12456可能会选择到1号牌组，或者是你想这个人是生命灵数12456。那这边有土象星座的能量，风象星座的能量，土象能量很重，里面有很多的钱币牌，对，真的很多钱币牌。你们心里想的人可能是土象星座，处女、金牛跟摩羯，然后有一些风象在他的星盘里面，所以他们的思考应该也是很多的，思考非常的丰富，所以才导致关系会很难，就是想太多才没有办法开口的意思，过度思考反而无法开口。通常我们想的比较少的人是很幸运的，因为他真的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好，就是有利有弊啦。但是这种越聪明想越多，越把事情想得越复杂的人，反而就是没有办法去跟人家沟通。然后名字 F 开头 S 开头 S 有没有让我也联想到 Spring 春天，而且这张牌里面有樱花跟樱桃，就是很春天的感觉，所以他们真的春天可能会来看你哦。一个是寄讯息啦，一个可能真的来看你。好，名字 F 开头 S 开头 D 开头 W 开头 P 开头 C 开头跟 E 开头，可能是你的名字的开头或他们的名字的开头。 F S C E D W P 好吗？S Spring and Summer， 今年的春天夏天对你们两个的连接是关键。星星，你们的关系应该是会成功的哈，因为这边星星牌的能量还蛮强的，会成功的平衡你们两个的关系。你们之前的关系应该是很不平衡的，但是这一次如果再来联系的话，你们两个都会互相做努力去平衡它。然后如果你有看到，我不知道当你很喜欢赚钱的时候，可能就这个人就会回来找你。这是我刚刚的听到的一个讯息。然后好，先这样，我不想说羽毛，因为我不觉得羽毛是关键物。当然可能少部分的朋友，如果你开始看到羽毛，褐色的羽毛，可能是代表这个人想要联系你，因为这个人在想你，这个不可靠的人在想你，所以你就看到羽毛，也是有可能。但是通常我觉得大部分是你开始很注重在你的财富上、财富稳健上的时候，这个人会就是快要来联系你。好，那今天呢，就是比较快速的一个读牌模式。
那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延伸阅读单元。那延伸阅读单元，我们会来看一下你目前的状况。你们可能会有一些状况正在面对的，有可能是跟这个人有关，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的人生事业上的某一些状况。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有好的解决，然后你们的高我跟指导灵有什么建议。但是因为你们这个惊喜跟爱有关，所以我们还是用这个爱情神谕卡来看一下你们指导灵对根据这个连结有什么建议。3个建议，根据这一段关系。 Playfulness. Laughter is the best therapy. Have some fun together and remember, love is the greatest healer. 你要有一个玩心，如果你跟这个人再度连结的话，你们两个互相应该是可以带出对方的内在小孩，所以你们两个在一起相处，就是去保持这种很欢乐的感觉。当你们开始一起笑呵呵的时候，你们两个互相的某一些阴暗的层面可以就一起互相疗愈了，好吗？那现在就是你们还没有连接的时候，这个 playfulness 你要用在自己的身上，你要让自己开心，你要多让自己做一些会让你欢笑放松的活动，你的能量频率提高，跟着这个人也会，你们的5D 的是连接的嘛，我刚刚有说你的能量是连接，所以他也会提高，他会感受到你的开心，就更能够给他勇气回来找你，好吧？ My beloved， 我亲爱的，我的挚爱， Though we may be physically apart, spiritually we're always united. 我是不是讲了 For love transcends space and time, nothing is missing. This is beautiful. 那个刚刚这张卡就是就是我讲，你们现在是分离的状态，没有联系的状态，但是你们的5D 是一直都连结的，所以你才会一直有这种 intuition， 知道他会回来嘛。那他现在就他的高我给你这个讯息说，虽然你们的实际上是分开的，3力世界是分离的，但是在精神灵性上你们一直都是连结在一起，因为你们两个之间的爱可以超越时间跟空间，并没有任何东西是失去或遗失的，好吗？我知道这样讲就是很有点讨人厌，就是我们就是要看到这个人出现在我们面前。你越是这种，我自己也有经验哈，所以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所以当我们开始觉得很烦，我不管灵性连接，我要3力连接。当有这种很急躁的情绪的时候，赶快去做让自己开心的事，赶快去回到这个 playfulness。好，不要一直去因为它没有出现去烦心，你一烦心就会它就会拖越久才出现。好，所以你一定要回到这种很开心的状态，这个人才会比较快速出现在你的世界。Emotions are a natural and necessary part of life, but they can also distort your perception and cloud your vision. In order to see things clearly, you must let go the resentment. 好，你们现在对这个人还是有一些怨怼哈，大部分的朋友。当你们想到这个人，觉得说他为什么还没有把他的屁股挪到你的身边的时候，或者是你会想到以前的状态，他怎么样断联，他怎么样辜负你，或怎么样的，这一些情绪是正常的哈。但是呢，它会简单来说就是会影响你的能量场，会影响到你判断事情的一个正确的角度，会 cloud your vision。如果你们有在冥想，你们就可以清理掉这种情绪带来的迷雾。你不要情绪化的去看待你们俩的连结的时候，你可以清理掉你对他的怨怼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到 playfulness。 其实3张真的是互相连接，互相对应哈。重点，原谅这个人，也不是原谅，就是不要再去想之前他对你做的事情，因为对他来说，你可能也做过什么事情让他怨怼，所以你一怨怼他就，你想他对你做的不对的事，他就会也想到你对他做的不对的事。我们关系是镜面效应，互相影响，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当你可以放掉 resentment 怨怼感，专注在相信
你们俩再度连结的时候，绝对是健康的，可以互相沟通的关系，可以平等对待对方的关系的时候，这个关系就会成真，好吗？他也是有在想你的，他的高我都寄讯息给你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到延伸阅读单元咯，然后呢，希望这个部分对大家有帮助。如果想要去看我的延伸阅读单元的话，可以欢迎加入我的会员专区。然后如果没有要看延伸阅读单元也没有关系，那我们就下一次的影片再跟大家见面。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欢迎在这支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也欢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读牌。你们的按赞订阅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然后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老 Socia Indigo， 在上面我会 po 每周塔罗运势以及不定期不同主题的塔罗运势，也希望在上面看到大家的留言互动哦。然后如果有个别占卜需求的朋友，可以 email 给我，我会在我的描述栏里面放我的 email address。然后呢，如果想要加入会员专区的话，我也会在这支影片的描述栏放上加入会员专区的连结，好吗？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好，2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一颗黄水晶，我把它放这边。然后你们选的是这一副牌组的命运之轮，我要把它放回牌卡里，然后来看一下你们春季的惊喜是什么。好，首先我们先用茶叶卡来看你们的惊喜是哪一方面的惊喜。Okay, dear spirits, team and heart self-appointment. Career 很快就跳出来了。好，你们的春季惊喜是跟事业方面有关，我把它放这边。好，牌组2的朋友，这是帮你们抽到的神谕卡跟塔罗，代表你们春季会收到什么样跟职业有关的惊喜。我必须要说，你们的 C 能量爆表。Career, confession, commitment, caterpillar, crown, candle, carrot。 好，除了这2张，你们一堆都是 C 开头的字，尤其是 Kate, Canada, COM, 所以从这个字面，这个 C 我真的很希望牌组2的朋友可以在留言处分享，是你的名字是 C 开头，还是你的职业的名称是 C 开头，或者是你即将要前往加拿大吗？还是你要离开加拿大，你要前往一个国家或城市是 C 开头。另外，你们的事业上春季如果有认识任何的人，注意 C 开头，注意他们的名字是不是 C 开头。然后另外我看到很多的 conference， I don't know why, because confession maybe， 你们可能会有很多的会议要进行，很多的 conference call， 或者真的实体参加会议，可能要飞来飞去参加会议，会有很多的沟通的能量。另外你们会，我现在整体能量直接讲，你们的惊喜就是你可以终于离开一个你不喜欢的环境，一个你觉得被压抑，你觉得不公，你觉得你的自信受到损伤的一个环境，你可以离开，并且你会得到一个新的 offer， 一个你喜欢的 offer， 一个你终于可以卸下你肩膀的重担或者是担忧压力的一个 offer 中文要怎么说？机会，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会有人给你这个机会，有人会给你这个职位职务 commitment， 你们会得到新的承诺，你们可能会找到离开一个旧的地方，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找到这个新的工作、新的事业、新的职务，并且是一个 long term， 是长期的一个承诺关系。你们的这个新职务，你们正在成长，离开一个无法再让你觉得有成就感，无法再让你觉得可以学到新东西或者是有所表现的环境。你们从 caterpillar从毛毛虫开始要蜕变成蝴蝶。
Things will not always be this way. A change is coming. 事情不会永远都是这样，一个改变要来了。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在职场上有感觉到不公平待遇，觉得很气、很生气或很气馁，你们可能会有一个长官、同事、上司是这个权杖女王逆位，就是一个可能不是很尊重别人，有点颐指气使，然后喜欢指使别人，然后或者是甚至很情绪化，可能很有魄力，但是很情绪化，很爱摆老板架子的一个人，在你的工作场合里，让你很想要离开。然后他对你们很不公平，甚至是对你很不公平。那这张权杖女王的逆位也代表的是你现在做的这个事业或者是这个公司让你觉得没有自信，让你觉得无法表现。你可能是一个权杖女王的正位，你们可能是这个牡羊座的阴性能量的人，或者是你的工作里面有一个阴性能量火象星座的阴性能量是你的上司，然后他们就是有一点点让你不舒服，让你觉得没有办法表现因为他要表现。那接下来你们春季的你们第一张就得到正义牌，所以你们春季的惊喜就是你的职务、你的事业上会得到你应有的公平待遇，你的正义会来到，你终于可以从这种被不公平待遇的情况走出来。圣杯5的逆位，如果你的目前的状况、职业生涯的状况让你有觉得不公、后悔为什么会来这边上班，或后悔为什么会接这个任务，或者是后悔让别人亏待你的话，你的春天你会得到你会得到公道 confession。 有人在你的这个工作环境，你如果是自我创业的话，或者是你的客户，到春季可能会有人开始口耳相传说其实你是很好的人，你是很有担当的，你的业务能力很好，就是你的名声会开始传出来说其实你是很厉害的，不是你之前可能会一直被一个权杖皇后逆位的人压抑着，或者是被随便乱讲话然后破坏你的名声或怎么样。到春季你一切都会平反，而且到春季你终于有机会可以离开这个讨人厌的家伙。一个讯息是你终于离开这个不公道的老板、上司、阴性能量的主管、压榨你的主管。第二个讯息是你可以终于从这种不自信，然后没有办法表达自己或表现在工作表现的这种能量场脱离出来，你可以走出来，你可以恢复你的权杖女皇的能量、正位的能量。第三张这个宝剑2它的解释牌是世界牌的逆位。我觉得你在选择，你春季事业上会选择要不要去，你可能会2个公司在选择，或者是2个国家或不同的城市你在选择要去哪里，因为你会有 offer。 底牌是权杖10的逆位，解释牌是钱币侍者的一个正位，所以你可能离开，你得到正义之后，你有名声之后，你可能就觉得我终于可以离开我的，在这边完成了。但是也有可能有人会决定要留下来部分2号牌组的朋友，你可能会决定留在同一个公司，因为你已经得到你的正义，你觉得你不用走。那有可能是因为你某一些部分你们的这个不好的这个上司或老板，或者是某个大客户终于被离开，或者是被人家摆平，就是脱离了你的人生了。那你终于可以喘一口气，在同一个公司里面待着，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待着，还是说因为你可能同时会接到其他的人的 offer，给你的新的职务，然后你在这2者之间抉择。因为有一部分的人可能有一点点不想离开原来的工作，原来的公司。那另外一个讯息是，有些人在抉择，除了刚刚说的是要在旧的公司继续，还是要到新的公司，或者是要在原有的国家或城市继续工作，还是要去一个新的城市，因为新的 offer 可能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那另外还有就是整个转行，是要在原有的行业继续进行，还是要到新的行业。你们到春季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没有办法做出很清楚的决定，但是
因为这个 offer 接下来你们会收到新的工作、新的任务的 offer 是会让你需要去学习，因为这是试责，所以你们才会有这种犹疑不定的感觉。因为你如果进到新的行业或新的公司，你要重新开始，有一种新人的感觉，需要重新学习一些新知识什么的。但是至少你已经摆脱，你到春季这种职涯、人际关系给你的压力，你会把它摆脱掉，你会得到你应有的、应该得到的待遇，应该得到的名声跟职务。那这个 confession 所以我刚刚说有一些就是你的名声可能会被大家口耳相传，然后得到平反之外，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跟你真的 confess， 跟你说，我告诉你，其实你们之前可能有什么状况被误会是你的错，然后就有人终于跟你说其实不是你的错，害你一直以为是自己的错，这是另外一个讯息。然后再来就是说，反正就是你们会得到一个状况，就是终于知道原来你不是那个应该负责的人，然后那个一直压抑你的、压榨你的人会离开，或你会离开这个压榨你的人，然后你们会得到承诺嘛 commitment， 所以你可能会得到同一个公司的新的 offer、新的职务，或者是新的公司、新的客户的 offer 跟职务。总之，你们春季是一个成长、往上爬的一个阶段，你会有一个 crown 皇冠 ，honor and respect will come to you， 有没有？因为你平反了，你得到正义了，大家就会对你的尊敬跟重视就会随之而来。刚这张已经看过了，你看这个 C， 你如果正在处在一个不舒服的能量场，不用担心，很快会有所转变，有没有？春季就会转变。Candle, you will be shown the way。如果你们有宗教信仰，可以去求神，去祈祷，去祈福。你们宇宙、你的指导灵都会指导你，告诉你该怎么做。You will be shown the way， 他们会给你照亮你前面的道路。然后还有好棒哦 ，Bowl。Plenty of material things， 你春季会得到很多的物质的东西。这个物质的东西有可能是说你可能被加薪了，或者是说反正你就是有一些闲钱你们的财富状况可能会变得比较丰盛，所以你可能会买很多物质上的东西款待自己，或者是你的工作是跟接收很多的礼物试用品有关的，这是我刚刚听到的。然后你会有接到很多的真正的物体的东西。然后呢 Wind Chimes 风铃 Peace and Harmony， 所以春季你们就会开始可以放松，有没有？权杖十的逆位终于卸下重担，可以变得比较平静放松平和和谐的感觉。你的工作 Carrot 萝卜 Opportunity or windfall， 你会有新的机会。我刚刚已经讲了 Page of Pentacles， 你绝对会有新的机会，就看你要不要接。因为到春季你会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卸下重担的状态，觉得被平反了，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机会呈现在你的眼前，然后你要去做决定。机会 or windfall， 这个 windfall 就是大量的收获。这是一个很棒的能量场，你们的职业。所以春季你们的好的惊喜就是事业上得到你应得的，然后讨厌的人会离开，或你会离开讨厌的人，然后会有不同的机会呈现在你的面前，可能至少有就是可能是2个机会，或者是甚至2个以上的机会让你去做选择。那部分的朋友，你们可能还想要待在原来的环境，如果那个讨人厌的人已经走的话，你可能会想要留在原来的环境。然后呢，讨人一个压榨你的人走，你可能就终于得到一个你应有的职位，你就会被升官 commitment， 公司终于给你升职之类的。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读牌，然后呢，希望今天的读牌对大家有帮助，希望2号牌组的人有松一口气。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延伸阅读单元。延伸阅读单元我们会来看一下你目前是否有某一些状态你想要解决的然后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我们会来看说会解决吗？然后你的指导灵跟高我有什么建议给你看怎么解决之类的。
好吗？那如果你想要看延伸阅读单元，就欢迎加入会员专区。如果你没有要看延伸阅读单元也没有关系，谢谢你今天的收看。那欢迎在这支影片按赞，然后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读牌。你们的按赞订阅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哦。然后呢，也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 Associate Indigo， 在上面我会 po 每周塔罗运势以及不定期不同主题的塔罗运势。也希望可以在那边看到大家留言互动。那如果有个别占卜需求的朋友，可以 email 给我，在描述栏里会放我的 email。想要加入会员专区的，在描述栏里也直接可以看得到加入会员专区的连结。那今天谢谢大家，祝福你们事业顺利高升，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好，选择3号牌组的朋友，你们选的是这一颗羽状玛瑙，我把它放这边。然后呢，这张是代表你们的幸运惊喜的命运之轮，我现在要把它放回这个牌卡里面，然后等一下我们会用这副牌卡来看是什么样的惊喜。首先我们先用茶叶卡来看是这个惊喜是哪一方面的惊喜。好 Dear Spirit and herself upon the 13th, please show us their lucky surprising spring in which area. This lucky surprising spring is which area? Spirit and herself upon the 13th, please show us lucky surprise. 来看 Love 跟牌组1一样 OK。 好，所以你们的春季惊喜是跟爱有关，我把它放这儿。好，3号牌组的朋友，这边是帮大家抽到的你们春季的惊喜，关于爱的惊喜。我这边读到的能量场，我不知道是我等一下来解牌，然后大家可以在留言处告诉我说这是你们的 energy 还是某一个你已经认识的人的 energy。 因为我这边看到你或者是一个你认识的人，你们之前本来有机会可以在一起。这一张权杖2是结合了圣杯2的能量，但是它是逆位，然后解释牌是权杖侍者，所以这个权杖侍者的感觉是说你之前有一个机会跟某一个人开始一段新关系，但是没有展开，没有成功的展开一个新关系。某一个人可能有 offer 这个机会，说他想要跟对方在一起，但是另外一个人没有答应。所以这我不知道是你之前没有答应这个对方，还是这个对方之前没有答应你展开新关系。这一张 Squirrel of Wands， 你们这边有很多火象跟土象的能量，有一点点的水象哦，也不是一点点，有2张水象。好，你或者是这个人有处女座在他的星盘，以及狮子座，你或者是对方，然后有很多，这张其实结合了火权杖跟圣杯，所以是2个能量场。这边很明显的就是 The Squirrel of Wands， 权杖松鼠你们其中一个人，你或者是这个对方，之前为了事业跟财富，为了开展事业，因为这边给我权杖国王的感觉，因为他只在乎自己的事业跟成就发展，而没有看到这个圣杯，这是圣杯1，可以拿起来看。所以其实这3张都在讲，有人给了一个圣杯1说我爱你，你要跟我在一起吗？可是他根本没有看到这个圣杯，他看到的是自己的这个真果，他觉得很荣耀，把专注力放在他的事业跟成就、个人成就跟个人成长上面。然后他是逆位，为什么逆位？因为你们春季这个人会终于要看到这个圣杯，终于发现之前自己很呆，为什么没有看到圣杯？解释牌是宝剑5，这个宝剑5是有一种思考、思索，
然后自己的内在在怎么讲，在反省的意思。这2张都有一种反省的含义，所以我真的是很想要知道是你还是你有认识某一个人，之前你没有接受这个人的感情，或这个人没有接受你的感情。没有接受的那个人到春季会开始，因为也不是说到春季才开始，就是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有在反省这件事，但是到春季的时候，因为我们4月会遇到，从3月底开始就有 Mercury retrograde， 你们抽到这一张水逆，水星逆行的能量会让这个人或者是你，反正就是让那个之前没有接受爱的这个人开始反省，更深刻的回忆你们这段关系，跟回忆你。好，如果这个人他没有接受你的爱的话，大家自己如果是对应到你的能量，再自己相反过来好吗？好，然后他们会开始思索你们的连结，开始想念你，然后因为对你的想念，对这段连结的想念，进入一个隐士的模式。The Hermit 是隐士，然后呢，他的光照亮了他之前他的过去跟你的这个过去，他在思考为什么之前没有接受你的爱。解释牌是 Queen of Cups， 充满了情感，所以他是一个充满了情感的隐士，在思索跟情感的回忆跟问题，为什么他没有接受。他在看着你这个，可能是你是这个权杖侍者，他在回望你给他的 offer， 然后有一点在自我责难的感觉。那这个圣杯女皇就是有一种很哀伤、很想念，这边很多哀伤的牌，很多静静思索，然后 isolate。这个人可能会把自己，就他可能也没有在，我现在就是讲的是，如果没有接受爱的这个人，他到春季会特别想你，然后会特别的去思考这段关系，然后会可能也没有真的在，他也没有约会，他也没有常常出去跟别人 party， 就是有一点点 isolate。因为隐士牌是一种把自己关起来，然后自我反省，然后自独处的一个时光，一个能量场。因为他独处就是在想你。这个圣杯皇后是很想念某一个人的感觉，很想念说为什么我的杯子是关的，然后他在等待这个机会把杯子打开，把他的爱给他真正觉得他很喜欢的人。底牌很棒，底牌是太阳牌，解释牌是圣杯八，这个圣杯八结合钱币八，那就更棒，就是代表 building a relationship。 你们春季的爱的惊喜就是你或者是这个人终于看到了曙光。这个的 Sun 它上面做的是一个国王，所以这结合了狮子跟母羊的能量场，所以你或者是他有狮子或母羊在他的星盘。这个人或者是你是属于成熟的30-40岁左右的年龄层，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事业。反正你们其中一个人终于看到了希望，然后想要付出努力，连结跟怎么讲？我刚刚讲建造这段关系，就是好好的 work on this relationship， 好好的去付出时间、情感在这段连结上。那也可以代表说，你们其中一个人之前太注重事业，然后终于到水逆的时候开始审视自己一直以来的情感关系，然后愿意终于知道说自己其实是想要有一个美好的情感关系，而愿意终于把注意力放在情感关系上。所以这可以是你的，就是你发现你想要把注意力，你之前可能很重视，也现在终于要把注意力放在情感上。那可能有特别的某一个对象，你想要跟他建立关系，那或者是这个能量场是反过来，是之前有一个人没有接受你的爱，那他现在终于注意到，然后想要跟你建立这段关系。你们这一组的情感受到水逆的影响非常的强烈，这个我刚刚有讲了 Mercury retrograde，
所以一定会有旧人回到你的生活，在春季的时候，水星逆行。然后很妙的是，我这边就抽到 past life relationship 前世的关系 ，you have known each other before， 你们之前就认识。所以这张牌一出来如果又配合这个水逆，这就是很明显，就代表有一个你之前就认识的人会回来找你，春季的时候。好，我等一下还要讲，有很多讯息。那当然这张也可以代表说，这个人跟你其实是有前世的业力存在，或者是你们是前世的灵魂伴侣，然后终于这一世要回来跟你连结。好，然后这边有一张 date night， 约会夜 ，get ready to be wine and dine， 所以你们春季绝对就是等待着约会吧，你们的爱的惊喜就是会开始跟人约会，那可能就是跟这个过去的人约会，然后还有我觉得你们会有2个人，好 ，ready to be wine and dine 就是很浪漫，因为这边我是分开，我真的是分开抽，但是就很奇妙就会对应这张 romantic feelings 浪漫的感受 ，your feelings are real and worth exploring， 呜啦啦。这2张都是男生阳性能量从后面抱住阴性能量反正春季春天嘛你们就等着恋爱吧，等着约会吧，这是你们的惊喜。你们可能之前缺爱缺很久，然后终于到今年春季就要开始桃花大开了这个浪漫的感受是值得你去探索的。我不知道你们是阴性能量还是阳性能量，但是我觉得你们春季会碰到2个阳性能量，其中一个很 wild 的，很狂野那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很妙。如果你是阴性的能量，你一定是，也不是一定，我不能说一定大部分阴性能量你们是长头发有一点自然卷，然后可能是褐色或者是深黑色的发色，然后你们会遇到2个阳性能量，一个是 blonde hair， 真的就是对应啊，我真的没有在 blonde hair 一个是 dark hair， see dark man and fair man。你们会遇到2个阳性能量出现在你的生活，然后会跟你约会，会有浪漫的连结接触，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 blonde hair 就是这么辣这么狂野的型，然后可能深色头发就是这种比较 elegant 比较 dandy 比较那种好人家的那种优雅的型，优雅的款，大家自行对应。我真的很好奇，大家可以回来留言处跟我们分享故事。但是也有可能是这个黑发的是这个狂野的 style， 然后金发的是这种 elegant 的 style， 好吗？反正你们会有2个阳性能量，然后他们都喜欢从背后抱住你，因为我觉得你可能就是那种很想要阳性能量看到你就很想要保护你的感觉好。所以你们会遇到2个，一个是深色黝黑的 feature 的阳性能量，另外一个是很帅气金发或者是有一点白发参差的阳性能量。你们会跟2个阳性能量怎么说有接触。当然我也不排除这边就是有LGBT 的族群，那你们可能就是你们是其中一个，你们可能是这个黝黑的阳性能量，或者是这个金发的阳性能量，你们是其中一个，然后在春季你的遇的爱的对象会是就是另外这个阳性能量，好吗？然后反正很帅，其中有一个很帅 fair man 就是很帅的意思 OK， fair man 很帅加有气质的意思，好吗？那这个 dark man 我感觉是比较狂野一点比较随性不羁一点欢迎大家回来跟我们分享。然后这3张我一起讲，因为很有趣。这个 dark man 另外有2张 barrel，
You feel something is lacking in your life, perhaps love, money, or goals. 你觉得生活缺少了某些东西，可能是爱，可能是钱，或者是目标。好，先不要紧。然后你们还抽到这张狮子 ，Time to act， 是时候行动。所以呢，你们春季遇到的这个阳性能量，如果这不是你这个黝黑的 feature 不是你的阳性能量，那就是你会遇到这个人。这个人他会有一种感觉是，他好像人生现在缺了什么。那我们现在在讲爱嘛，那他可能就是发现他缺爱，所以因为他发现他缺爱，因为没有爱，让他觉得人生没有目标或目的，他终于开始行动。然后这个黝黑的阳性能量可能会他可能有狮子座 again 在他的星盘里，好，大家自行对应。那另外这边这个 fair man 金发或白发的阳性能量 ，Beetle 都有 B good fortune 好运气 ，Tower solid foundation success with effort 一个很坚固稳固的基础，然后付出努力就会成功。So 你们可能会有2个阳性能量，好，我再讲一次，你们会遇到2个阳性能量，一个是觉得说他缺爱，然后终于理解他缺爱，他要付出行动追求这个爱，所以可能是这个人是你之前认识的他现在要回来追求你，因为他发现你是他的爱，好吗？你会让他生活可能变得比较充实，然后比较完整。那另外你可能还会遇到一个金发或比较老一点的白发参差的阳性能量，他很有经济基础，他的整个个性什么可能都很成熟，然后他是一个好运的人，他是一个正向的能量的人，然后他来到你的生活，他追求你，他也会给你带来好运，然后会愿意为你们的关系建立稳固的基础。钱币8圣杯8。那当然另外一个讯息就是说，你是其中一个能量，你可能发现你缺少爱，这整个能量的讯息都是在说终于发现缺少爱，有没有？所以这有可能是你的能量，你是黑色头发黝黑的 feature 的这个阳性能量，你发现你缺少爱，你春季要开始追爱了。然后这个是你春季会遇到的另外一个能量场，好吗？大家自行对应。那如果你是阴性能量，你会遇到2个阳性能量来追你。好羡慕哦！赶快来分享你的故事。好，然后呢，因为你们跟第一组一样抽到跟爱有关的惊喜，所以我们会来看一下，我们用这个牌卡来看宇宙天使有什么关于这惊喜有什么建议。我补充一下。那个你们的名字，或者是你春季遇到的这个人的名字，可能会有 B 开头，他们的名字是 B 开头，然后 BA 或 BE 开头，另外有 D 开头、D 开头、M 开头、F 开头、L 开头跟 T 开头，好吗？好，大家可以再注意一下他们的名字是不是这几个英文字开头的。然后呢，你们的天使给的建议，这个建议跟第一组真的有点像好 ，Imagine all unwanted thoughts dissolving into light, creating room for new opportuniti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your life。有几个这2个建议最近常常出现，所以我想应该是就是来看我频道读牌的朋友们，因为可能是同一批嘛，所以你们的指导灵跟天使会一直给同样的建议哈。想象所有不喜欢的想法都融进光里面，然后这样才可以让你创造一个新的空间，给新的机会还有可能性进入到你的生命。第2张 playfulness 玩light-hearted 就是要用比较轻松的心态，比较欢乐的感觉，比较调皮的感觉。Laughter is the best therapy. Have some fun together and remember love is the greatest healer. 当你遇到情感关系的时候，尽量放轻松，然后呢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用比较轻松的心态，不要太沉重，不要太控制。欢笑是最棒的治疗方法，然后你们要一起 have fun， 一起玩乐，然后记得爱是最棒的疗愈者。
所以如果你是跟过去的人春季又会见面接触的话，记得不要太去翻旧账啦，就是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好吗？你们是一个你们如果重新连接，就是一个新的能量场的意思，所以要用新的感受、新的 energy 去对待这个人。You may not always understand why certain things happen. 你可能没有办法总是了解说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发生。However, there is always a higher purpose to the events in your life. 反正每一个在你生命发生的事情都是有一个更高的 purpose 目的through turmoil, a blessing will soon be revealed. 你们如果经历了一些挣扎，一些情绪的漩涡，那是代表着即将会有一个 blessing, 一个祝福会显现在你的生活，显现在你的面前。所以不要害怕之前碰到的那些，我还是觉得是对应到3号牌组。你们如果真的之前有一个认识的人，然后你们可能之间的连接有断裂的话，这些卡都是在告诉你说，你们之前的断裂也是都是有原因的，断裂都是为了你们两个之后连接的铺陈。所以呢，我们不用去了解每一件事情为什么发生，你当下很难过，你的天使都看在眼里，然后他们安慰你说，放心，雨过总会天晴，雨过就会有彩虹。好，只是你现在你要耐心一点去看到彩虹的出现。彩虹，所以这一组真的可能有比较多同性族群会选择到3号牌组，有可能哦。好，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延伸阅读单元。延伸阅读单元是来探讨你们目前是否有面对什么状况，你想要解决，会不会解决，然后还有你的指导灵跟高我有什么建议要给你。那如果想要听延伸阅读单元，就欢迎加入我的会员专区，我会在描述栏里放会员专区，加入会员专区的连结。然后呢，如果你没有要听延伸阅读也没有关系，谢谢你今天的收看。那我希望这支影片对你有所帮助。那欢迎在这支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也欢迎分享这影片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读牌。然后大家可以聊天哈，然后小呵呵。然后呢，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老少 say Indigo， 在上面我会 po 每周塔罗运势以及不定期不同主题的塔罗运势。那如果有个别占卜需求的朋友，也欢迎 email 给我，在我的影片描述栏里都有我的 email address。好，那谢谢大家，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桃花盛开的春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